手電現在已經進化到什麼樣了？哇！这款司令官2代 Ultra 可以說就是我非常心儀的一款，本期就和大家詳細的分享一下屬於 EDC 手電，它來到了 IPX7 的防水等級，這個可以支持1米水下浸泡30分鐘，做工高級，耐用性強，便於携带。雖然說不適合那種專業搜救巡邏，但是日常可以說非常的夠用。雷奧的指揮官第2代 Ultra 光源部分由聚光和泛光，且加入了绿激光和 UV 紫外線4種玩法。在白光輸出的情況下，最高可以輸出1700流明，且聚光最大的射程可以達到205米。紫外線它是有2个瓦数，低檔是360毫瓦，高檔可以達到1200毫瓦。綠激光也是有2個檔位，且這個激光可以和泛光、聚光以及紫外線同時開啟。它的機身材料這是升級了，它採用的是獨創的 OAL 高強度鋁材，是要比6061鋁合金硬 1.73 倍，屈服強度比 TA2 鈦強 1.44 倍，抗拉強度比 TA2 鈦強 1.73 倍。像日常使用，桌面磕碰与钥匙鏈摩擦不容易出現划痕。表面是经过氧化工艺做的，呈现这种橄榄绿的本色，而非后期染色的。手的指纹很难附着在上面，手感顺滑且不会打滑。尺寸设计的非常克制，三围是120 27乘16毫米，重量约119克。还有扣具，如果有肩包夹在这个肩上去用，当一个肩灯也是比较不错的。背夹设计的较为宽大，它支持前夹和后夹双向，可以适配不同的使用習慣。EDC 的场景下使用，它不會明顯的增加我們攜帶的負擔。鋼化玻璃耐刮耐磨，充電它採用2種方式，可以使用常規的 Type-C 充電，也可以用開放式的充電。在下方有一個磁吸的接口，用它附送的這個充電線是這樣的，直接就能吸附在上面。而且這個下方它也是有一個磁吸功能的，像金屬表面它直接就可以吸上。比方說你在修車的時候，直接吸在車的發動機面板上面，比較小巧。像設備檢修啊，很多這個狹小的空間，你可以直接的把它一貼，解放你的雙手。品控做得很好，又做了翻蓋防水設計，可以支持1米水下浸泡30分鐘。那在雨天戶外用，或者是意外的掉到水坑裡都不會受到影響。前方它是拇指撥盤設計，撥盤下方還有一個凸起，聲音反饋明確，有頓挫感。中間這個按鈕可以按壓。在側方這邊是開啟綠激光的按鈕，它採用的是自然燈珠，高光效低色差。這邊還有一個呼吸燈，精密的 CNC 雕刻花紋，可以說是集實用主義加上便攜，是可以稱之為是一個藝術品。它呼吸燈啊還是可以變化的，有7種顏色，會隨着你使用手電的時間來變化。那使用254小時解鎖全部的燈效，那就可以隨心的切換，可玩性更加的強。它這顆自然的燈珠是純白的光束啊 ，DUV 非常的低，小於0.006，最大功率14.5瓦的情況下，可以達到134流明。我們傳統手電照一些景物的時候，你會感覺到那個東西色差非常明顯，但這個不會，你能感覺到光源非常的純淨。手電肯定有一個繞不開的地方，續航。很多手電啊，要麼就是光不特別的亮，因為要注重節能嘛，要麼就是光很亮，電池又跟不上。那這個奧雷司令官2代，它是全新設計的機身內部，騰出更多的空間給電池，電量更加充沛，電池容量更加的大。如果是月光模式，它可以支持14天，相較於1代有 27% 的提升。電池的容量是2000毫安時的鋰聚合物電池，這個比司令官 Ultra 1代要大 33%。每天使用中檔來用的話，用30分鐘，這個用量最多可以使用於26天。整體來看啊，這台奧雷的司令官2 Ultra 可以說是在保留了多光源 EDC 手電定位的同時，在材質、前方的鏡片和細節以及耐用性上都做了調整，可以說升級非常的大。以上就是這款雷奧超薄手電筒司令官第2代 Ultra 的全部內容了。喜歡的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。我是酋長漫步，我們下期再見。